用4个鸡哦。对，2个鸡汤。来，鸡汤可以走了哦。汤头很鲜甜，然后不会过咸。那你觉得它的鸡肉呢？鸡肉很嫩，而且肉很多，都是排队美食。很多人。住木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间呐。总共4碗是鸡汤吗？鸡面5个哦，鸡面5个内用，有2碗不要油不要油。 OK， 走了。好。是吃起来很清爽。那个麻油鸡你觉得口感吃起来跟外面的？很软呐、而且就是他们的那个，就算是肉也不会柴，然后重点是没有酒啦，所以我很喜欢，对。所以你很常来？对啊，我每个礼拜都会来。早上11点才刚开始营业，客人就已经上门，为的是这一碗香味扑鼻而来的麻油鸡。你一叫的话，这个姜就爆不黄了，爆不香了，对。 麻油鸡的基底调味选用南投高山才有的竹姜，有老姜的呛辣和嫩姜无丝无筋的口感，炒到表面金黄，散发出浓郁的姜母香气，才加入鸡肉。不同于一般的麻油鸡，侯忠信一整锅肉只加1瓶米酒，因为让它能够日卖100只的关键其实是这个。顾客，麻烦一下高汤。你看这个多龙，你看。好，再下。 再下一点，对 ，OK， 然后我们用鸡高汤的用意就是让顾客们他们喝到我们的鸡汤，会感觉非常的单纯，很浓郁。酒其实是提一点香气的，它不是做。想说要用鸡高汤，因为我们在圆山饭店服务的时候，我是做西餐，我们很重视我们的汤底，也是都用鸡骨头下去熬鸡高汤，再来煮我们的浓汤。改良传统麻油鸡大量麻油和米酒的油腻，用熬了8个小时乳白色的鸡骨高汤炖煮鸡肉。一如侯忠信的人生经历，有着长时间的酝酿累积。在开店之前，他可是西餐主厨。民国58年，16岁而已就进了圆山饭店。煮菜的，怎么小时候就喜欢。从几岁开始你有印象的时候？ 我是16岁到圆山嘛，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煮菜，我都会去帮忙。那个时候能够进圆山应该不简单吧？哦，那个时候好像还要身家调查，还要辛苦。这个老蒋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比较辛苦。那个时候对，师傅都比较严格，因为他是上海人，我们有时候口音也很重，即使听不懂他讲的话的时候，我们还是点头。 但是后来是一问，他不是，后来还是挨骂。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圆山饭店等于是铁饭碗。同期的同事大部分都选择做到退休。只是当年饭店主厨的地位不如现在，待了14年之后，侯忠信还是决定自己闯一闯。碍于资金，他先从比较容易入门的中式小吃开始，卖过便当，摆过炸鸡，但是都找不到自己的特色，做得不久。 后来为了照顾年迈的妈妈，回到老家木栅重新出发。后来我刚开始我是做凉面，但做凉面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讲不是很成功，生意也蛮清淡的。后来就是因为我7月开始开嘛，开到9月、10月，我想完了，已经凉面你到冬天的话，那生意一定会更清淡了。后来就想，以前我在那个辽宁街做的时候，我门口有一家是 卖凉面的，一家是卖麻油鸡的，所以这个不错，这2个产品把它斗合在一起啊，那我就冬天的话我就不怕了。曾经为了麻油鸡到板桥去，莱雅夜市，我去看人家的麻油鸡，但是做法现在应该跟我现在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刚开始一定要参考人家嘛，然后自己回来再加强再修正嘛，这样。这个我们煮到差不多90度的温度，我们就要关火。 我们的肉是靠焖的，不是用硬煮出来的，对，所以它的胸肉、它的鸡胸会比较滑润。温度斤斤计较，怕锅子太热把肉给煮柴了，还得先把汤捞一点起来，再用电扇降温。侯忠信把当年在圆山饭店蘸炉灶学来的火候控制学以致用，把麻油鸡当成牛排料理。 连鸡肉的熟成度都要按照不同部位分段烹煮。就是说，它的腿肉
它的翅膀，它要煮的时间要比较长。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完全一锅完全煮熟的话，它的胸肉已经裁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分裂。等一下我们要把鸡胸捞出来，然后再把这个肉再倒到这个汤里面再烧一次。对，然后等它冷却以后，再把鸡胸倒进去。所以很多客人来，他不是吃经典，他说我要吃你们的鸡胸，很多。被风哎，快要讲出来。就是这样子啊，还要给它电风扇吹的，你看。所以有些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前几天降到8、9度，我们还是电风扇在吹啊。对啊，回家吃感冒药啊。用5星级饭店的品质要求经营小吃摊，侯忠信慢慢建立出口碑。小店一卖就是22年，即便只是一碗平凡不过的瓜子肉饭，也要做到尽善尽美。猪的那个后腿肉，整只腿下去去骨去皮，再下去绞。为什么要选择后腿？因为后腿肉它的弹性比较好，而且它比较不油腻，它的成本是比较高一点。5斤的肉要1斤的蒜。哦。对。这么多。对。为什么？因为主要是要蒜的香气嘛。像是当初那个猪肉，我们的肉1斤成本到100块，但是蒜曾经涨到200多块，将近300块，我们还是不能减量。还是不能减。不能减量。不能说因为了省成本少加了什么这些，这是不对的。弯腰翻搅锅炉里的瓜子肉，就怕不小心焦了影响风味。卸下5星主厨的头衔，少了身段，不变的是对品质的坚持。这样的人生态度，连女婿都佩服，甘愿放弃竹科工作，到台北跟着他从头开始。我其实很佩服岳父对品质的坚持，因为我们虽然是小吃店，但是我认为他把小吃店的品质提升到一个餐厅或是甚至是饭店的等级，就是说他对于每一件事情，不管是用料、任何材料的选用，或是说制作的流程，它有它一定的方法。那步骤的话，绝对不会省略，就是说按部就班，把一个东西保持它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顾客，这样子。有了女婿的传承，这些年侯忠信也默默感念自己当初离开舒适圈的勇敢决定。虽然一路跌跌撞撞摸索，而如今西餐主厨在中式料理中找到属于他的一片天。你看我们的羊排像千层蛋糕一样，一层一层的。这个羊肉吃起来就是第一个带有油脂，油脂它有一个香味在。所以我们的手撕羊吃起来有一个奶香味。羊肉炉很常见，但有卖7种部位，还能让你吃到饱的实在不多。这一袋有多少？18公斤，穿烫当中就是风雪水。一天大概如果我们大约的话，要乘以30件起跳。这个都是要重复30次。是的。我走过一次就是又多一点。它降温降太快，要变成等于冷水煮到热水的时候，这个肉已经流失到它的甜味，所以我们都是要煮滚。像我们下一锅也是一样，稍微尽量等它温度拉上来的时候，我们再下锅。这只是我们赚钱利器。穿烫过水得一直翻动，锁住鲜甜肉汁，但也就是这个动作忙出职业病。我们光这个动作搬这些肉，我们就已经比健身房还好用了。所以手背这么胖、这么粗壮，就是当时练来的。羔羊的部分来讲，第一个它就是肉质软嫩，比较好吃。最重要的是说，它本身来讲带肉量高，然后呢，煮的时间透的时候，它只要轻轻用筷子一拨就可以下来了。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羊腿肉，下面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大骨，在最前掌这边的就是脚筋，所以一只腿有分很多个部位都可以用。不同部位分批下锅，汤头也得花时间熬。一天，不管是羊排、大骨、脚筋、手撕羊啦，或嫩筋啦，最少一天
25件到30件起跳。所以你刚才讲那个动作，一次这边都要摆满炉子，全部都要一起卤一起烫。这个要熬3小时。一开始煮好的汤头，它的药材味道会比较冲，所以我们要让它温顺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必须静置1个晚上，隔天才能够使用。尤其这汤底加上药膳清炖，足足有6种，所以该花的功夫不能少。6种汤头在研发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中药的调配比，如果只要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它整个味道是天差地别，而且是会咬舌啦，会苦的啦，甚至于是会涩的啦。那所以这个味道来讲呢，我们试了又试，丢了又丢。其实这个大概要也是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本来也是只有你们家餐桌才吃得到。对，有时候那种肮糟吧，有没有？客人也会好奇，卤猪脚客人也会吃。这时，隔壁炒锅已经滚出肉燥香，这是老店的秘密武器，也是老板娘的私房菜。其实我包含控肉，客人也是会煮什么东西，客人都会很好奇。哎，你们吃什么？员工吃什么？哎，那老板，我们可不可以吃一口？啊，所以哎，可以啊，那可以来试试看。反正客人你桌上永远都是最好的。我们看看哦，香。还真的得是相伴近30年的默契，才能让厨房工作流畅进行，却也很难想象夫妻俩原本做的是成衣生意。我跟我老婆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做成衣的，在园林做成衣，卖衣服，跑夜市、跑菜市场的。对，那后来是因为921大地震，百业萧条，所以在成衣的部分来讲也是非常难做。所以我们才转到台中来做火锅。我们都是用羊肉、羊骨很足的量下去熬制的，就我们讲的炒菜类的锅气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大火滚，让它那个肉的香味能够把它滚出来。我老婆就是本身怀孕的时候，她吃不下，一直在孕吐，吐到要生的前一天还在孕吐。非常辛苦。羊肉部分来讲，我们去尝试看看，发现是说我老婆汤是可以慢慢的喝得下。我们去研究这些羊肉炉，然后自己试煮了以后，才觉得，羊肉其实真的是蛮好吃的。说起来，这羊肉炉生意还真的是不能没有太太，因为很多细节是得靠贤内助细心把关。就把颜色错开来，一般的就是色香味，那就色就是第一个视觉嘛，所以画面上会不一样。吵架一开始会可能忙的时候讲话的语气没有到那么的温柔。之前有一次就是说我们2个在吵架，也不是吵架，应该是讲说斗嘴。那客人突然间来，哎，你好，欢迎光临，请问你需要什么？就是说公归公啦，私归私啊，你不能把你的私人的情绪带给客人。做吃的从一窍不通到有了经营心法，很多创业的起心动念都是一念之间。当时我们到新疆旅游的时候，吃到手撕羊的时候是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羊肉？我们自己本身卖羊肉炉，我居然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我们去看了以后，认为这非常简单。到回来台湾了以后呢，我们测试了以后是完全不能吃的，因为在当地是现杀新鲜的，水煮都好吃。那我们冰过了以后，再到我们台湾冷冻过了以后，再拿出来煮的味道，完全是不能吃的。所以我们又再去了一趟，来全台独创新疆手撕羊来了。不远千里学了手撕羊，汤头也总算试出满意口味。直到有一天，他忙到产生怀疑。那为什么想放弃呢？就是因为每天生意都爆满，但是呢，每一次回到房间的时候，看到我6岁的女儿跟4岁的儿子没洗澡，然后呢自己泡泡面、吃面包，甚至于他跟我讲说弟弟肚子饿，然后没东西吃的时候是打开奶粉罐干吃奶粉，
过日子，然后看电视看到睡着。所以我们两夫妻本来很灰心，是说钱赚那么多，可是我的家庭好像已经失去了重心。于是夫妻俩开始调整工作步调，唯一不变的是卖吃到饱，对客人不能小气。羊心一样吃到饱，在正常的全羊料理才吃得到，它只要煮个30秒钟就可以吃了。羊肉炉吃到饱，21年前这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呢。我们两夫妻的观念就是，只要有钱赚，我就往哪里赚。那这个东西，我们认为是新的契机，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要做事业，要做时机头，不要做时机尾。那市场上没人做，我们更要去做。甚至是说，我们现在也有增加了一个叫羊嫩筋。羊嫩筋它是一个里脊条上面的筋膜，市面上很少见的食材 ，Q 弹有胶质，带有肉感。好食材就是一吃见真章，几十年下来，分店一间一间的开，老店也开始为羊肉炉店寻找新客群。我们的经营理念是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那羊肉炉是一个以前概念当中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店家啦，暗暗的、脏脏的、矮矮的。在我们2代店来讲，我们每一间开的都是羊肉炉餐厅。然后呢，我们又不会忘记当时的初衷。一锅羊肉，大块吃肉，每一口大快朵颐都是人生历练。翻滚沸腾后留下的温润美味。因为汤头我们也都一直在夸，不错，汤头很好，太 Q 哎，我觉得 Q 但这我不会说。因为它有一个面香。一锅牛肉分量大到得用大缸盆上菜。除了摆明不怕客人吃，老板娘连秘方也不怕让人看。这个牛啊，牛的牛骨啊，加洋葱，加白菜，加高丽菜，然后加番茄，加冰糖，那就不用加那个味素了。因为 Peppo 说穿了，就是用好食材熬出天然原味。热角，这个是姜，打碎了，然后跟蒜，这是放一点点那个我们的沙茶一点点，好，放煮这样子，板豆腐，这个才好吃，那个太嫩了不好吃啊。啊，天亮就开始做了，做到老了，你看我60岁了呢。以前是我一个人在做，跟我老公，啊，现在是有孩子也长大了，我就分担了啦。一箱1000多，这个漂亮的，如果不漂亮的话几百块，贵啊，什么都贵。它有甜啊，2个都是很甜啊，甜度有够啊，加2种是好啊。白菜也有甜，它也甜啊。舍得用好料是基本，至于时间火候就比较吃经验。但真要说有什么独门秘方，就是汤底得多加炒过的生米。我要放那个火锅里面啊，它比较香啊。我那个老公这样教我，我就这样子做啊，就加一点啦，就比较香了。对了，我们都是手工啊，你看那么多手工。儿子，还有锅子，往喝吧。我有在喝啊。这一位是老公教给她的，秀兰姐一煮就是大半辈子。他说那样汤比较浓，然后要打碎，打碎了就加。我先生说米就不会妨害身体啦，又有香啦，哈，就是说古时候的应该是他是从江西带来的，他阿公教他的。他阿公是以前是做中医，又做中破塞这样子的。它是天然的口味啦，它也没有添加什么东西啦。你大锅煮了那个味道就有够，就好吃。这种我的锅是大锅的，啊料都很多，就煮下去就那些就融入在里面，汤头就好喝，东西好吃这样啦。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配包啦。好像可以关掉了呢，那个可以关了。看我看。
只是很多厨房劳力活又是搬又得扛的，很吃体力。脸盆，我是分量比较大，这么大一盆呢，然后五六个是这么大一盆要出来。刚刚我装的那一个那么大盆要抬出来呢，50斤啊，这样抬都抬不起来了。这一周很酸啊，很痛啊，就最痛就是2只手啊，这样子，这边。我抱他吗？是我要抱你。2个都抱。可我也没有办法啊。我抱你抱我。好，抱你啊。等一下再抱他。好，等一下再抱他。哎呦呀！疼孙子的抱抱日常，现在也成了他练体力的运动了。这时大儿子早就默默进厨房接手，体贴妈妈是他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如果一锅煮满的话大概是45公斤左右。所以这个时候你出现，你妈应该很开心。因为通常在家都是我在做的。因为那个肉的话，如果上面没有翻的话，它会焦，还是会焦，而且它下面会烂，上面不会熟。等下啦，2个锅做伙羹啦，我无心动啊。1、2、3。香兰姐是台北人，嫁来台湾2婚才跟着学做牛肉锅。老店因为大锅好料给的豪气打响名号，3个孩子也是从小就在厨房帮忙。台重的，因为那个肉都很重，不管是生的或煮熟都蛮重的。那个就是我在做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菜单啊，对，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啊，那时候一个人，然后要做全场，要备料又要算账又要点餐这样。上菜哦，熊水哎，回来上菜。大姐太多东西了，是你人来太少，不剩我的东西太多啊。那时候我们才有3桌而已，小小的，都没有整理啊，家都烂烂的。然后他说他老了，他这样就好这样子，啊，就一天卖了几周以后，就如果有时候冬天的话卖1万块，他就关门了。他说太累了，不要做了，就夏天的话就卖4、5千就关门了。他说热，不要做了。老伴舍不得自己辛苦，开门营业很看心情，但就是做生意难免抛头露面，也总让老伴心疼又心急。他个性好吗？不好，很凶，然后心地很善良。他是会吃醋的那种。会啊，会啊。然后人家来买东西，他说：“你讲那么久，讲那么久讲些什么？”我说：“他就要好几包，要点很多东西。”我来。他说哈，就跟我说：“你进去里面泡浓一点哈。”只不过稳定生活没过多久，丈夫因为车祸离世，她才独自扛下牛肉锅店。没有想过不要做，他说啊，更努力一点做，没有先生了，没有经济来源没啦，对不对？啊，就要等努力的做，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啊。没有休息。过年也没有。过年没休息，不会抱怨，因为家境不好啊，一定要做啊。那个如果不做的话就是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做了才有饭吃啊，不做就没有，所以就变成是生存嘛。我今天很高兴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上那个贺龙店跟我们讲说要吃哦，3点以后才有。不好意思啦，那个地方不是客人多啊，是地方太小了啦。朋友来才会煮的，是不是？对啦，这是我家乡的菜啦，朋友来才会煮的啦。这个酸木瓜很酸诶，很酸嘿，那是云南的一种养生的一种水果啊。还好3、5好友很常来捧场。起初开店是为了家计生活，后来也渐渐开始惦记起客人。难怪我嫁不掉，就是没有得表现。再嫁就老娘了。嘴巴那么甜哦，你叫我老娘我也没有建议啦。我说薄利多销嘛，涨了的话，有钱人他不觉得是贵，那做工的人他会觉得今天他赚1000块，做1000块而已，他买了就那么多就没得吃到这样子。我说没关系，
大家都吃得到哈，这样子哈，那就也没有再涨了。尽管一个人做能卖的实在有限，不过还好3个孩子都愿意分担，也还在学习待客之道。因为有的客人会说味道不一样，就是台中、桃园、跟苗栗味道不一样，它是心理因素啊。有时候觉得老店的味道可能比较好，有的客人会这样，有的客人就说太油，可是我们的煮法没办法变啊。对，如果把油去掉的话，那味道就等于就没了。嘿，那油就是牛肉的油跟一些沙茶的油，没有添加其他的油。牛肉锅的美味接力，让豪气大钢盆满载着一样的料多实在，也承载着2代亲情温热的丰盛美味。好嘞，你好，点餐那边主食小菜要画的，汤品用抽卡片的。经过这间店，很难不多看2眼。门口4个快要比人高的大瓮，葫芦里卖的是什么？何首乌1个吗？找你。9尾炒，还有吗？再拿。好嘞。不是摆着好看，答案揭晓，原来是大瓮包小瓮。这一个个小瓦罐里是费时8到12小时慢火煨出的汤品。现在很少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煮汤，去炖汤，菇味很重很浓，真的就是原味。你点什么？我点的是茶树菇鸡汤。瓦的罐去熬的汤，其实它的汤头跟我们一般在电锅什么烧的，其实的味道不一样。它的那个鸡肉的那个骨髓里面的香味会特别浓郁。既不是炖，也不是煮，这是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实在让人好奇。好嘞，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用木炭，然后它就是久煨而不沸，就是用久煨而不沸的一个方式，让它的食材的原汁原味慢慢释放出来，然后又可以让它的鲜度完全的释放。在瓮里煨大半天才出炉的汤，浓缩了所有食材精华，像是淮山芡实猪肚鸡汤，小小一瓮，一捞满满配料。猪肚没腥味，带骨的腿肉鲜嫩不柴，还加了淮山、芡实、薏仁、莲子和枸杞，堆叠出浓郁风味，却没有明显中药味。花生猪脚煨汤，炖到软 Q 的猪脚搭配松软花生，加入黄芪、枸杞和红枣，汤头不会太过油腻，反而多了一股清甜。这些用时间换取的美味，不止煨煮时间长，备料也很费功夫。鸡肉先汆烫，去除血水，这样还不够，还要替鸡肉瘦身，减去身上油脂。这个鸡油太多的话，它的汤喝起来就会很油，就会很腻，所以这个油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而且因为说真的，这个油减掉完了之后啊，耗损蛮多的啦。然后我先生就会蛮心疼的，说啊，你这样子太浪费钱了。可是我觉得说该浪费的也没有办法。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一整颗就把它放进去的时候，我发现蛮腥的，所以我们在炖的过程中，我发现说一定要把内脏去掉。这道是鲍鱼虫草排骨汤，小瓮里陆续放进3、4块排骨、杏鲍菇和秀珍菇，还有这外表像极了金针菇的黄金虫草。这个叫黄金虫草，应该是说叫穷人家的冬虫夏草，它是一种菌菇类的，所以就像很多人他不敢吃中药味，他就可以选这一道。陈学贤会把鲍鱼和鸡肉或排骨组合在一起，灵感来自家乡。
我是福建漳州东山岛的，我们那里是鲍鱼养殖基地，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养殖鲍鱼。我就想说，那我为何不把这个家乡味把它引进来呢？其实嫁来台湾的陈学贤一开始不是卖这个，而是一名帮产妇调养身体的月嫂。直到有一回返乡探亲，妈妈带她去喝瓦罐煨汤。那时候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来台湾10多年了，我没有看到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板桥啊，我来板桥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这种东西啊。我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引进来？这好像就人家常说的生意，然后就是把有的地方搬到没有的地方，你就这样好像就可以做成了。别人不做的，在他看来都是机会。放弃了稳定的月嫂工作，瞒着妈妈从中国引进2个大瓮，也没人可以问，自己上网找资料，开始闭门研究。最初火候一直搞不定，如果温度太高，汤就会被收干了。调小一点，结果又发现整瓮全部都收掉了。那收掉了，那时候第一个也比较穷，完全没有钱，所以这些东西倒掉，真的就是心在淌血，这种感觉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这样倒掉。花3个月时间，终于能够驾驭温度，但生意冷清清。印象最差的一天就是有2个是我们自己的朋友过来捧场，有1个是陌生人，所以那天只有3份汤，我们只有卖掉3份汤。所以后来是怎么操作的？是我们去拿那些手工回来做到凌晨2点、3点、4点。我记得有1个礼拜是做了1000多块，2个人去做了手工，1个礼拜做了1000多块，只是为了补贴房租跟水电，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请我们同事过来帮忙。他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位客人，也算是生命中的贵人。他就跟我们讲说，你呀，如果想要做这个，你就认真做，你不要再去做这些手工，因为这样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感觉像被雷劈到一样那种感觉。经客人指点，他豁然开朗，把重心转回厨房来，将注意力移回食材上。我们是十全大补的汤底我们要把它先煮起来，煮好了之后要浸泡1个晚上，然后再把药材捞出来，对，这样子它才可以把它更好的去融合到汤底里面去。原本卖的是一般家庭餐桌上常见的萝卜排骨、苦瓜排骨汤，他转念一想，何不结合自己过去的月嫂经历，专攻养生汤品？于是，一道道养生煨汤陆续诞生。刚开始他们可能没有见过这种药材，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汤里面会有塑胶片？”然后我们就会跟客人解释说：“这个其实是一种中药材的一种，叫做固子花，又叫紫蝴蝶，这个就是凉血。”像是这道十全加味大补鸡汤，陈学贤在10种药材外，额外又添了5种，想要做到滋补但不上火，让汤喝起来更温顺。相对的，我们家十全汤比较不会有所谓的苦啊，或者是它会比较甜一点点，因为会有对红枣、枸杞，还有黑枣，还有一些比方说秘制的一些药材。渐渐的，生意步上轨道。以1个大瓮来说，可以装下220个小瓦罐，天冷时4个瓮全开，能日卖7到800罐。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凡事发生都是好事。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座右铭。对，任何事情的发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哪怕今天我开了这家店，就算它失败了，我也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然后就算它成功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我想要的东西？对，我觉得凡事发生都是好事，支持了我这样一路走过来。陈学贤愿意花时间，慢慢熬出一盅盅美味煨汤。一如创业路上，他稳稳跨出每一步，终究熬出头来。冷冽天气里，周建文厨房飘出的香气带着稳重气息。
这里面啊是十全大补剂，那我们用像当归，然后川穹、熟地、白芍，大家会在冬天啊，或是想补的时候，就是想喝汤，黑黑的汤，就是那种比较有那种会热的口感的那种。中药味很重，就是还蛮浓郁的。我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就是在炖药这些的时间上面，那我就可以直接过来就可以直接吃到一碗，我觉得这样很方便。顶着米其林的光环，许多客人不远千里而来，不用烧柴煎药就能冬令进补，还有小金人中药味相伴。这里不是什么主题餐厅，而是货真价实的中药房。以前就是他比如说来看诊，那可能他被看好了之后，他就会回去就是想说，可能不管他今天的经济能力状况如何，他就是送个匾额也比较体面啊，把他自己的故事也写进去这样子。然后都是亲笔写的、亲笔赠送的这样子，最多的匾额可以到80组左右，就是可能在类似像可能换个10年以后，还都是不同的匾额样貌呈现这样。匾额多到可以拿来当桌子，客人在上面吃面线，超有时代感。这些都是病患对中医师阿公无价的心意。同年纪小孩字还不认识几个时，周建文已经对中药材倒背如流。阿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就包药啦，就是抓中药材或是那个跳油啊都要帮忙。你经常爱这样拿进拿出，然后你还要就是结果又拿错东西，一定会被念的啊。就是他要当归，你给他拿个黄芪，这不合理吧？一般人生病体虚才会踏进中药房，跟药材一起长大的周建文，以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长大发现自己很特别。家里面你的可能水壶准备好，你的水壶里面还是有放中药，就是我觉得每天被下药一样。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像很被人排挤的人，因为你整天上学就是书包都是中药味，你人走过去就是中药味。我们自己出去在玩的时候，或是在逛街什么，只要看到药，其实我都停下来2、3秒、3、5秒，会特别看一下。第6代的他原本在科技公司当工程师，压根没想过接父执辈的招牌。无奈时代冲击，周爸爸曾经1个月只有3000块的收入，转当包租公还比较划算。说不定来租给人家会好很多。对，就是反而还收入更高，就是租个2、3万都3、5万都有机会。对，老房子嘛，那就觉得很可惜啦，怎么会需要把店收掉？就是你长大的地方，你成长的过程都在这，你怎么会忍心的把它看到这个店就不见了这样？我也是跟他说，我就回来拼个1年吧，不管说怎么做，就是至少可以有收入稳定。周建文知道中药房转型最大的关键是要说服得了爸爸。像阿公是中医人、中药人嘛，那他势必在做他的药跟他的看诊，他有他的坚持。你叫中药房的老板去厨房做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光不要说餐厅，光先走进厨房第一步，它就是一个很需要去调整心态的地方。他懂长辈烦恼的还是儿子辞掉稳定工作接家业，能不能养家糊口？周建文也不硬碰硬，说要带爸爸来个全台中药房之旅。原来大家的困境是一样的。4、5，你要套餐嘛？那我们但后面也可以单点。点餐开始到最后的一个结账，吃完结账离开，这个过程你必须得去是享受的。对，这个观点就不一样。以前药房的人是高高在上，他比较就是你可能到现在还是，如果你进去一些老药房，他的那个待人的方式，他还会有点你别爱上啊，你用会是无了后我跳起来，就给你，你就是离开了。药房跟厨房是两回事的。生病的时候都会到像保生大帝的庙，那求个药签，那再到中药房去抓药。香火鼎盛的辛济公也是周家代代供奉的行业神，他每次来到这里就会想到阿公跟爸爸。保生大帝后面的那个龙土啊龙肚，那个就是刚好是我爷爷他们在捐赠。从小时候就是我们像比如说从过年走春啊，或是说神明生日也都会来这里拜拜，对，求平安这样。
为了活下去，周建文真的很拼，不但去考了厨师执照，也补齐中药学分。不止餐厅，更传承祖先们行医救人的使命，要跑得比时代洪流更快，向父亲证明他的决心。就他觉得为什么我要去煮饭给人家吃这件事情，对，就是这不是那个餐厅在做的事嘛？对，就是可能一开始他会有这样的包袱在，那后来慢慢你看他可以愿意走进厨房去做这件事，其实互相帮忙，就是知道，就是应该是肯定是这样来的。你就是一个抱着就是必死的决心吧，就是你今年过不了，你就要收啦。扛了几代招牌，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有没有去完成它。就算父亲已经不在身边，周建文没有忘记承诺，感谢当初勇敢踏出脚步的自己，让中药走入生活，更有温度的延续老祖宗的智慧。